十几分钟后，大少爷，司机忽然扭头说道：“大少爷，战总在酒店门口等着了，他还抱着一束花。”战浩宇没有在丰泽大酒店，而是跑到斜对面的乔氏的酒店，怀抱着大束的玫瑰花，站在酒店门口等着乔涵的到来。乔涵说他中午有饭局，那他以往陪客户吃饭都是在他乔氏的酒店。听到战浩宇阴魂不散的追来，还跑在他前面，先一步到了酒店，在等着他了。乔涵的脸当即黑下来。乔轩不解的到我们走的时候，他还在公司门口，怎么跑得比我们还快？司机答道：“战总估计是抄近路了。”乔轩说那你怎么不抄近路？他又不知道战总竟然会追过来，还抢了个先。乔涵深吸几口气，对弟弟说道：“江总在酒店里等着我了，我没时间和战浩宇纠缠，你帮我搞定他。哥，你放心，我保证帮你缠着他，不让他去缠着你。”乔轩爽快地答应了。数分钟后啊，姐弟俩一起下车，乔涵的那些保镖就快速地走过来帮他开路。那战浩宇也在这个时候过来，乔家保镖看向自家大少爷，不知道要不要拦着战总，却看到他们二少爷把西装外套一脱，就快步迎向了战总。浩宇，乔轩边叫着战浩宇的名字边走过去。你给我买了花束是吧？这束花真是漂亮。他伸手就想从战浩宇的手里抢过那束花，战浩宇身子一偏，避开了他的手，没有让他抢走花束。乔轩不死心，两手张开就要拥抱战浩宇，战浩宇又迅速地避开了他的相拥，就巧妙地滑到了乔涵的面前。乔家保镖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只觉得眼前红影闪过，待他们回过神来，战家三少爷已经抱着花束站在他们大少爷面前了。乔家保镖齐齐在心里卧槽了一句：哇，战家三少爷好身手呀！乔总，你一直没有收下我送给你的花束。战浩宇含笑看着乔涵，你现在收下这束花，下午我就不纠缠你了。你让江城花店的人都不卖花给我，我得打电话给我们家的大管家，让他给我安排一下，帮我空运一批花过来吧。乔总可曾听说我悠悠山庄种着很多很多花的，虽然从管城运花过来成本大了，不过为了乔总，成本再大我也愿意。乔总，我用花拼成的那一行字是我的真心，我是真的想追求乔总你，谢谢战总的厚爱。我也说得很清楚，我不喜欢同性的。乔涵冷冷的道，还请战总高抬贵手，饶了我吧。战浩宇笑道，我知道乔总不喜欢同性的，但我喜欢乔总，乔总现在不能接受我没事，时间长了知道我这个人的优秀，了解我这个人后，相信乔总会接受我的。我知道乔总现在有个饭局，客户也在等着乔总了，我也不想耽误乔总谈生意，还请乔总收下这束花。只要乔总收下了这束花，我马上就走。这是威胁他了。乔涵狠狠地瞪着战浩宇，战浩宇却不怕他的瞪视，依旧笑容满脸。他长得帅，笑容满脸时更帅。这样一个美男子却是个无赖，可惜了。下一刻，乔涵用力地抢过了那束花，然后当着战浩宇的面把花束扔在地上。他抬脚就往花束上踩去，踩踏了几下后，越过战浩宇便走。花我收下了，战总可以走了。乔涵丢回冷冷的话语。战浩宇看看地上那束被他踩踏过的花束，又看看乔涵远去的背影，低低的笑着，够味儿，有点兴趣了。本来他对乔涵是没有兴趣的，不过是奶奶给他的时间快到期了，他不得不行动起来，但对乔涵还是生不出兴趣。现在对乔涵展开追求，乔涵的反应让他觉得很有意思，总算找到了一点感觉。乔轩也看看地上的那束花，然后走过来。战浩宇立即换了一副难堪的表情。战总，
乔轩弯下腰去捡拾起被姐姐踩踏过的花束。战总别难过，我哥是真的不喜欢同性。战总若是真喜欢我乔家的男人，可以考虑考虑我。我很乐意陪着战总演戏的，可惜了这么好看的花束。我平时买一束送给我的红颜知己，他们都会特别感动。特别喜欢这样的花束。乔轩说着，拿着那束残花走向不远处的垃圾桶。把花束扔进了垃圾桶里。他再次朝战浩宇走去，战浩宇却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转身离去。战总，乔轩上前去，伸手揽住了他的肩膀，安慰着战总也不用一副丢了魂的样子。不过是演戏，你找谁陪着你演不是演啊？话说战总演戏演得入木三分，我都辨不清这战总是在演戏还是真的追求我哥。我是真的在追求你哥。乔二少爷虽然也很帅，但你和你哥比差了点味道，你哥酷酷的。我就喜欢他那种酷酷的味道。说完，战浩宇拿开了乔轩搭着他肩膀的手。乔二少爷，我对你哥是来真的。来真的？刚才在公司门口，他问战浩宇是不是利用他姐制造个话题，好逃避长辈的催婚。战浩宇没有否认，他以为自己猜中了。现在战浩宇却告诉他是来真的。战浩宇真他娘的是弯的，真的看上他哥了，哪怕他哥是个假哥哥。可是战浩宇不知道呀，战浩宇就是个同性恋。却说乔涵进了酒店后，就马上打电话给战印。他觉得弟弟的话有几分道理，向战印告状，让战印出面管战浩宇。战家兄弟9人，手足情深，想必战印也不愿意看到他的三弟歪了正道。战印很快接听了乔涵的电话，同桌吃过饭，两个人都交换过名片的。乔总，战印温沉的开口，乔总有何赐教啊？打扰一下战少，赐教不敢。有件事想请那战少处理一下。战印大概猜到了乔涵打这通电话的用意，面上不显，温沉的道：乔总请说，我能处理的事情都会处理的。乔涵默了默后，低沉的道：战浩宇公开说要追求我，纠缠于我，但我是个男人，我想战少也不乐意看着你弟弟变成个同性恋吧。这件事啊，战少可得好好的管一管。浩宇公开说要追求你，他是否有行动了呀？还是嘴上说说的。战印明明已经吃到第一手的鲜瓜，还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问着乔涵。他今天对我展开了追求，给我送花，还在我公司门口用很多的玫瑰花拼了一行字，引来无数人的围观。现在江城的人估计都在讨论我和他的关系。战少，据我所知，战浩宇在管城时还是个正常的男人，没有听说过他有同性恋的倾向。趁现在他刚有这个念头，战少要赶紧把他扭正，不能让他这样下去。主要是我不会回应他的追求及感情的，那是注定没有结果的。他这样做只会是浪费他的时间，感情上受到伤害的人也是他。以战印对堂弟们的疼爱，乔涵以为战印一定会管战浩宇的，谁知道等他说完后，战印先是沉默了片刻后，才说到：乔总，如果是其他事情，我或许能帮你解决这件事。我想我帮不到你，感情是私事，我就算是浩宇的大哥，也无法左右他的感情。他若是真心喜欢乔总，我们也尊重他的选择。乔涵，战少，战浩宇这是有同性恋的倾向，你也不管？怎么管？感情的事管不来的。世上同性恋的人那么多，难道他们的父母亲人就没有管过吗？有什么用啊？他们喜欢男人的还是喜欢男人，就无法扭转过来。战印一副很开明的样子，说到浩宇喜欢女人或者男人都无所谓，那我们只要他开心，他开心就好呀。半晌，他问着战印，战浩宇的爸妈也不管，
我几位叔叔婶婶都是很开明的，从不管小辈的感情之事，也就是我奶奶会管一管。提到战老夫人，乔涵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似的，说道：“我听说老夫人给浩宇挑好了妻子人选的，战浩宇现在追求我，那老夫人总不能不管吧？战少，我严重怀疑战浩宇其实是不喜欢老夫人给他挑的妻子人选，才会拿我当挡箭牌的制造同性恋的话题。战役老神在地道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这是浩宇的私事，虽说我是他们的大哥，不过堂弟们的感情之事，只要他们不向我求助，我都不会管的。我叔婶他们当父母的都不管呢，我不过是他们的堂哥而已，管不了那么多。不过浩宇这样打扰了乔总，不给乔总适应的机会，直接就对乔总展开追求，是唐突乔总了。我替浩宇向乔总道歉。战印真诚地对乔涵说了对不起3个字。建议战浩宇直接对乔涵展开追求的人啊，是奕晨和海童。战印向乔涵道歉，就当是替其道歉吧，怎么说也是唐突了乔涵的呀。乔涵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，就要面对战浩宇的追求了。这与战少无关，乔涵明事理，知道这件事也怪不得战印。用战印的话说，战浩宇的父母都未必能管得了他的感情之事呢，更何况战印只是他们的堂哥，打扰战少了。乔涵歉意地说了句，便结束了和战印的电话。他这边和战印结束了通话，那边的战印就打电话给战浩宇了。战浩宇呢，很快就接听了电话。大哥，你小子动作还真是快，昨晚才打电话求助，今天就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追求，就把人家乔涵都吓懵了。战浩宇已经从乔家的酒店回到丰泽酒店，反正就他的目的达到了，就留半天时间给乔涵适应一下。晚上乔涵要出席一场宴会，巧的是他晚上也要去出席那场宴会。就在宴会上，他在好好的追求乔涵。他倒要看看乔涵的，男人身份还能维持多长时间？二哥和大嫂都是这样建议我做的呀，我觉得他们说的都有道理。奶奶给我的时间也不长了，还有几个月，我动作不猛烈一点，今年过年就要被奶奶扫地出门了。战浩宇嘿嘿的笑，大哥，不得不说这个办法挺好用的。乔涵那张严肃的脸，因为我送他的花都变了，就看不得他比我还像个男人，比我更像男人就算了，比我还帅，那我就要撕下他的伪装。战印说你是真想追求他，以后娶她为妻，还是觉得他的男装打扮比你帅，不服输才去追求他？当然是为了娶她为妻。战印笑道，刚刚乔总给我打电话了，他打电话给大哥做什么？告我状，让我管管你呗，说你有同性恋的倾向，让我赶紧把你拉回正轨，还说你追求他没用的，他不喜欢同性，你这样子下去，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啊，还说你可能是利用他来制造同性恋的话题，以此来逃婚奶奶对你的催婚。战浩宇哈哈的笑，大哥，我知道，乔轩也是这样问我的，问我是不是为了制造个话题来逃避催婚，还叫我若试试演戏的话，他可以陪着我演戏，让我不要打扰他哥。大哥，我本来还觉得乔涵无趣的很，天天就只知道上班，只知道打理生意，又是男人的样子，表情经常都是严肃的，就我看着他都没有心动的感觉，所以迟迟不想行动，实在是面对着他的男人装扮呢，激不出我的爱意啊。现在对他展开追求了，他的反应让我觉得有趣极了，我就缠着他逗着他，他的反应就是真的好玩。战浩宇不着急告诉乔涵，其实他就是奶奶给他挑的妻子人选，他现在不过是按照奶奶的意思去追妻。乔涵总说他是男人，他敢在他面前脱下裤子吗？
是男是女，裤子一脱便见真章。否则，他说再多都是虚的。战印提醒他一句：你别玩得太过火啊，适当的时候就要跟他说清楚。玩过火了，追妻火葬场。别怪大哥没有提醒你哈，当初我和你大嫂的事，你们几个都说汲取教训，以后追妻绝对不会隐瞒欺骗的。战浩宇现在是他隐瞒欺骗我呢？好吧，我知道了，那适当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清楚。没事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要去管城酒店和客户谈生意了。战印说完便挂了电话。他在去酒店的路上呢，就陪伴他的没有娇妻，只有他的保镖团。以往还有苏南跟着一起去，现在苏南就是个妻奴，天大的大，沈小军最大。下班时间还没到，苏南都提前跑回家陪老婆去了。战毅忍不住给老婆发了几条信息，很自然地把战浩宇的大动作告诉了海童，让海童继续走在吃瓜的最前线。段氏集团，下班时间公司里的人大多数都去吃饭了，那有些人不想出去便叫的外卖啊。段芊芊嫌外面的太阳毒辣，也不想出门便叫了外卖吧。只是他叫的外卖很长时间都没有送到，这让段芊芊心情恶劣至极。这在他正想打电话催催的时候，敲门声响起了。进来，他猜到是外卖到了，便停止了打电话。办公室的门被推开，他看到了战印的身影。他傻住，愣愣地看着送外卖的提着2个袋子进来，边走向他边歉意地说道：段小姐，对不起，路上有点堵，我来得晚了点儿，还望段小姐不要生气，千万不要给我差评呀。那人把2个袋子放到了段芊芊的办公桌上，见段芊芊还在发呆，他黑眸闪烁几下，很快就恢复了正常，叫喊着段小姐，段小姐。段芊芊回过神来，她偷偷的使劲的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，好痛，会痛那就不是做梦。这是现实啊。她看到了战印，不是战印，是一个年纪看上去和战印也差不多的男人。这个男人的身形、走路的姿势特别像战印，如果不看脸的话，仅是看背影、看身形都会以为就是战印。就还有他说话的声音，若是能够低沉一点、冷一点，也和战印的声音有点相似。刚刚他进来的时候，他没有看他的脸，就觉得像战印，以为真是战印。此刻回过神来细看，才知道是他看花了眼。这个男人身形那么像战印，脸却不像，不过也是个帅哥。若是让这个男人穿上黑色的西装，系上领带，从背后看他十足十的战印了。那当然不能看脸。段小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外卖员还在道歉呢。没事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给你打差评的。现在下班高峰期，路上是会堵车的，你骑车也要慢一点，不要横冲直撞的。哎，晚一点都没事的。对了，先生贵姓？段芊芊脑子转得快，在看到外卖员的身形、走路的姿势都像战印后，他就想到了计谋，可以利用一下这个男人给战印和海童制造误会。外卖员看着他，支支吾吾的，不是很想告诉他。段芊芊也不逼他，而是给了对方一张自己的名片，对他说道：我看先生的身形很像我认识的一个人，想和先生合作办些事的，我也会给先生很高的报酬。先生不用担心我是骗你啊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先生回去考虑考虑，若是愿意与我合作办些事，在电话联系我，我等着先生的来电。我给先生的报酬强过你送5年的外卖。那人接过段芊芊的名片看了看，然后揣进裤兜里，对段芊芊说道：段小姐想与我合作办什么事？杀人放火犯法的事我可不干，我还没有娶老婆呢。段芊芊笑道：先生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干杀人放火犯法的事，只是需要先生配合我拍些视频或者相片而已。
先生回去后好好考虑吧，考虑清楚了再联系我。哦，好的，段小姐记得给我5星好评哦。那人走之前还提醒着段芊芊给他打上5星好评。从段芊芊的办公室出来，坐着电梯下到1楼，又走出了段氏集团后，那个人才打电话给某人，告诉某人说到我已经按照你们的要求在段小姐面前露了脸，段小姐给了我一张名片，说想和我合作办些事，让我考虑清楚了再联系她。电话那边的人对他说到，过几天你再联系段小姐，告诉她你答应和她合作，现在不能答应她吗？这个身形很像战印的男人正是段祺让人去寻来引段芊芊入局的，因为时间太短，段祺的人无法找到长得像战印的人，只找到一个身形和走路姿势很像战印的人，然后训训了2天，就安排他以外卖员的身份出现在段芊芊的面前，这样段芊芊只会以为是巧合，就不会怀疑到段祺的身上。段芊芊肯定还要调查你的底细的，给他几天时间调查一番，那样他才能真正放心的和你合作的。哦，行，我听你们的安排，那报酬等会儿就微信转给你，好好的配合着段小姐拍照，相信她给你的报酬会更可观。若是你能拿下她，那就更好了，这辈子都可以吃香喝辣的了。段祺让人找来的这个男人，好吃懒做，老是想不劳而获，又整天做着白日梦，幻想能成为亿万富翁。段芊芊是段总的独生女儿，就算她以后无法继承段氏集团，段总也不会亏待女儿的。谁要是娶了段芊芊，下半辈子的确是吃香喝辣的。当然了，凤凰男想成为段总的女婿，那是做梦。那段祺这样做呢，是想让段芊芊与段总父女关系破裂的无法修复的地步。他要的不仅仅是段氏集团，就还想要段总名下的所有财产。段芊芊喜欢战印，绝对不会有结果的。他和那个假战印相处时间长了，若是被对方花言巧语骗了，2个人假戏真做，段总会被气死，父女感情就会彻底破裂。段祺觉得这个假战印找得真妙，脸不像战印，只有身形和走路的姿势像战印，但又是个帅哥，又会甜言蜜语，泡妞手段一流。段芊芊这种没有恋爱经验的女孩子，很难抵挡得住他的攻势。那人说到，段小姐眼界那么高，我可不敢肖想她。段小姐没有恋爱经验，你只要好好的哄哄她，对她千依百顺的，就凭着你和那个男人相似的身形，她总会沉沦的。记得要保持好你的身形呀，哎，这才是你走向成功的秘诀。要是胖了或者瘦了，就不像战印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为了发财，他一定会好好保持身材的。刚才给段小姐送外卖的时候，段小姐看着他发呆，他就知道自己的身形是真的和某个人很像。那个人啊，是段小姐心仪之人。结束通话后不久，他的微信就收到了5万元。是对方给他的报酬，只是给段小姐送一次外卖，露个面就能拿到5万元报酬，就让这个男人觉得呀，赚富人的钱太容易了。管城机场，商小飞拖着行李箱边走边打电话给君然，对君然说道：“我快出来了，你到了吗？”他今天出差归来，君然说了会来接他。君然笑着：“我在等着你了，你出来就能看到我。”商小飞笑：“行，等会儿说。”好。君然在商小飞结束通话后，把手机揣回了裤兜里，一手捧着鲜花，一手提着一个袋子，袋子里面放着2盒新鲜出炉的点心以及几瓶鲜奶。他担心商小飞坐了2个小时飞机会饿着，他说他不喜欢吃飞机餐的，所以给他准备了点心和牛奶，让他吃了先垫垫肚子，回到市区里再一起吃饭。就一会儿后，居然就看到了随着人群走出来的商小飞，他笑着朝商小飞招手，商小飞也看到了他，他拖着行李箱快步出来。商小姐，陌生的声音响起，
随即商小飞手里的行李箱就被一只厚实的大手拉走了。商小飞都没有反应过来，手上已空。商小飞以为是君然的，但君然还在不远处。看到他这里有情况，君然马上抱着花束，提着袋子走过来。他就赶紧看向那个夺走他行李箱的人，赫然看到了一张和苏南有点像的脸。这是苏家少主。商小姐，我来接你的鸡。苏少主冲着商小飞温和地笑着。他其实也是个美男子，只是碍于他的身份，很多人都怕他，主要是在他面前没有秘密可言呀。在管城混的人都说与苏少主成不了朋友，也不要得罪他，得罪了他，你的所有历史都会被苏少主爬出来，连你的祖宗18代都能被翻个底朝天。谁乐意被人把祖宗18代都翻个底朝天呀？那自然就不敢得罪苏少主了。但想与苏少主结交为友也不容易，想见苏少主一面比想见2个战印还难。这个男人呢，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苏家人都很少会看到他，有什么事电话联系而已。商小飞对这个男人有印象，还是在苏南和沈小军的婚礼上，可是2个人并不熟悉，交集更是少之又少呀。苏少主居然说来接他的鸡啊，这让商小飞错愕不已，直接站在原地都不知道迈开腿了。商小姐，这束花送给你。君然带着花束来接机，苏少主也带着花束来。谁叫他被唐永安缠上了，还和唐永安打赌，输给了唐永安，只能帮着唐永安摆脱商太太。他假装对商小飞有好感，足够让君然紧张，压力山大，又让商太太不敢像撮合唐永安和商小飞那样撮合他俩。毕竟商太太连苏少主的行踪都掌握不到，如何能巧妙地撮合2人？商太太呢，也不敢肖想苏少主当女婿，她很清楚自己的女儿与苏少主合不来的。苏少主把花束塞到商小飞的怀里，那商小飞本能地用手搂抱着那束花，他低头看看怀里的那束花，再抬头看向苏少主，好不容易找回了被惊傻的灵魂，问着苏少主：苏少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知道你今天回管城，特意来这里等着你，接你的鸡，送你一束花，帮你拉行李箱，接你回城里，送你归家，就留在你家里吃顿饭。苏少主说完是一气呵成，把他现在做的，就接下来会做的事都说得清清楚楚的。小飞，苏少主。君然走过来，他马上就往商小飞的身边一站，再把商小飞怀里那束花拿走，把他买来的花束塞给商小飞，然后把苏少主的花束递还给他，并从苏少主手里拿过商小飞的行李箱。苏少主，不用麻烦你了，我接小飞回去就行，谢谢你来这一趟。君然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他还是很有修养的向苏少主道谢。苏少主倒是没有阻拦君然做这一切，他上下打量着君然，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商太太居然不能接受为女婿，简直就是不知道怎么说他。能有这么优秀的男人喜欢他的女儿商小飞，他应该偷笑的了呀。他竟然因为君然是 A 市人，嫌人家远，不同意2个人在一起，却极力撮合唐永安和商小飞。2个人都不来电，撮合有什么用？酱扭的瓜儿不会甜呀。既然军武少也来了，那就一起回去吧。苏少主没有就这样走了，也不和君然针锋相对，他本来就是替唐永安消灾的。话说他干嘛要和唐永安打赌呢？可能是最近有点闲吧，被唐永安守门口守了几天，守到了他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聊着聊着就聊到打赌这件事上，他苏少主居然还赌输了，不得不答应唐永安的请求，希望他老爹不要因为他的反常行为就去商家提亲呀。苏少主不说，君然却忍不住问到苏少主：你这是做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闲得无聊，想找个女孩子来追求追求，看得顺眼的女孩子只有你家小飞，
我就跟你公平竞争了。他和商小飞爱情路上都不顺利，竟然还杀出个苏少主。苏少主比程咬金难缠多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咱们边走边聊。苏少主不喜欢站在人多的地方被人盯着看，他伸手拉人，当然不会拉商小飞。他对商小飞没反应，对，他没撒谎的。他对女人是没有反应，但又不喜欢男人。他有病吗？寡情病。他老爹为了治好他，到处找一个比他小10岁的女孩子，安排他和那些女孩子相亲，看看他对哪个女孩子有反应。就让他追求那个女孩子吧，比他小10岁的女孩子，今年才24岁，年轻的很呀。苏少主和陆东明一样，都是管城上流社会年纪较大的钻石王老五，就陆东明比他还要大上1、2岁。是战奶奶信任的大师跟他老爹说，能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男人的，是个比他小10岁的女孩子，但没有说出那个女孩子的名字。长相，他老爹只得把24岁的女孩子都找上一遍啊。苏少主对此一点都不相信，真有那么厉害的大师吗？苏少主伸手拉了君然，君然被动地跟着他走。2个男人不是来接他鸡的吗？怎么他们走了，把他撇下？而且2个大男人手拉着手一起走，其中一个还抱着一束花，那画面清奇啊！大家的视线都往他们俩身上扫去，商小飞都忍不住发笑。他就边走边用手机拍下那画面，打算以后时不时翻出来看看，乐上一乐。苏少主居然停下来，并挣脱了苏少主的手。他也是会拳脚功夫的人，虽然是他兄弟当中身手最差的一个，力气还是比一般人要大一点的。刚才他数次想甩开苏少主的手，都甩不掉，那这让君然尝到了力量的悬殊。怎么了？苏少主也跟着停下来，问着君然。君然苦笑着，就让我自己走，我不想被人当成同性恋。苏少主眨眨眼，怎么就成了同性恋？一扭头，看到商小飞跟在他们俩后面走着。苏少主恍然地笑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把商小姐忘了，你别碰小飞。”生怕他去拉伤小飞，君然连忙说了句，然后他动作快速地回到商小飞的身边，一手托着行李箱，一手牵拉起商小飞的手，紧紧地牵着，就生怕一松手，商小飞就被苏少主抢走了。君然能看出来，苏少主并非像他说的那样要追求商小飞。苏少主看商小飞的眼神平静得很，没有一点感情，但是苏少主做的事又真的能说成是追求。苏少主等着2人近前了，再和他们一起并肩走着。商小飞好笑地问着苏少主：“苏少主，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”“我不卖药。”苏少主看向商小飞，笑道：“商小姐为什么不认为我是在追求你呢？我不是苏少主命定之人，2个人是没什么交集，但也不是第一次见面。他若是苏少主命定之人，苏少主不会等到现在才行动。苏少主能否明说一下，免得吓坏了我家君然。君然心脏不够强大，会被你吓死的。”苏少主打趣着君家的五少爷，心脏怎么可能脆弱？天塌下来都吓不死他。君然苦笑：“苏少主，你的行为比天塌下来更让我害怕。我刚才也说了，我就是想追求商小姐，与君五少公平竞争。君五少，你可得加把劲啊！若是真让我追到了商小姐，君五少就只有痛苦的份了。毕竟我比君五少有优势。我是管城人。”苏少主虽然不是真的喜欢商小飞，却觉得这件事有点意思，无聊时打发一下时间也不错。走吧。苏少主再次往前走去，就君然和商小飞跟着他走。商小飞安慰着君然，不管苏少主是什么意思，他又不是真的喜欢我。你不用担心的呀。我能不担心吗？唐永安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冒泡了，现在又来一个苏少主，阿姨就那么不喜欢我吗？
居然添一个强劲的情敌，压力山大。他怀疑苏少主又是商太太安排给他的情敌。一个唐永安都让居然觉得危机感十足，苏少主更让居然压力山大。商小飞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回家后，我问问我妈，再跟我妈强调，除了你，我不会再喜欢其他男人。我妈不同意咱俩，咱们一直这样恋着，总有一天我妈会同意的。反正她要是强硬的拆散咱们俩，我这辈子就不嫁人了。当一辈子的老姑婆，那样的话就轮到老妈头痛了。”居然握紧她的手，说道：“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够多，不够好，让阿姨不放心，让你嫁给我。我会继续努力的，相信总有一天，阿姨会同意咱俩的事。拦路虎是未来丈母娘，居然又不能耍心机用手段，唯有拿出100%的真诚，让丈母娘相信她，同意她和商小飞的婚事了。上门女婿她都愿意的。走吧，别担心，风雨过后是彩虹。”商小飞一手抱着花束，一手亲热地挽着君然的手臂，用这个亲热的动作安慰着君然。由于有苏少主跟着，商小飞从机场出来后，直接就让君然送他回家。他也想知道苏少主横插一脚是否母亲的主意。商小飞又觉得母亲没有这么大本事，能说动苏少主来追求他。苏少主一向不传绯闻的，30好几的人，连个女朋友都没有。苏家主夫妻俩现在和那陆太太夫妻俩可以说是同病相怜。商家别墅里，商太太陪着儿媳妇在院子里散步，远远就看到有2辆车停在自家别墅门口。距离近一点了。那商太太认出其中一辆车是君然的，就君然脸皮厚，不管他怎么摆出不欢喜的脸色，他依旧天天来访，就算小飞出差了，他也一天不落下，有点什么新鲜玩都第一时间给商家送过来。是军务少来了，蓝鲸也认出了君然的车子，他笑道：“小飞今天回来，并没有通知司机去机场接他，想必是军务少去接机了。”商太太默了默后说道：“阿晶，你说妈这样坚持着是不是有棒打鸳鸯的意思？君然是个非常优秀的孩子，他不是长子，不用接管家族事业，就相对来说压力小很多，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妻子。小飞又是真的爱上他了，他们俩在一起想来会很幸福的吧？”蓝鲸说道：“妈，我们都知道你是为了小飞好，咱们再看看吧。要是军武少能够坚持，咱们就可以放心的把小飞交给他了。”商太太点点头，